Hello，大家好，这里是莫娜。那么好久没有给大家出测评了，那么本次带来的是长安阁戒神之战系列的第二弹须佐之男的一个详细的拼装测评。那么此次在板件数量方面，算上地台，一共是30块板件。尤其要注意啊，就是在骨架那个盒子里面有一个 A2 的小板件，而本次透明件的话是为一个蓝色的透明件，整体的通透度还是很不错的。而本次刀刃的话是采用了一个电镀的工艺，整体是呈一个镜面的效果，类似于红一端的那个样子。金色则是预涂装漆面，整体的漆面发色还是很不错的，并没有因为喷漆而导致这个细节变肉。而剩下的橙银色板件，我则是每板都挑了一板颜色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的锐度以及细节表现。本次水贴部分呢，同样也是增加细节的拉花，上面也会有一些勾玉以及一些机甲的细节图案，大家可以选择性的粘贴，它都是划分好了一些区域的，大家可以直接裁剪。贴骨方面则是采用了一个稀疏包装，需要自己进行手动的一个组装。同时呢，这边还会附带一个 A2 的板件，大家点进的时候千万不要遗漏这个。OK，那么咱们讲了这么多啊，正式进入主题。咱们须佐之男的本体以及他的武器全部都在这里了。整体的话是一个日式的一个武士造型。那么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武士造型啊，其实大家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须佐之男是日本神话中的一个神嘛。而这次的这个系列叫戒神之战，也就是以地区为划分，然后出里面各种的神，比如炎帝就是华夏的神，而之后要出的巴丰特呢就是罗马的神。以及后面的女娲、伏羲都是按照这个地区来划分的。所以，因为这款是一个日本地区的，所以说它的整体的样子，以及它的名字，以及它的来源，都是来源于日本神话须佐之男。所以说它的上面会有各种日本武士的元素，鬼脸啊、勾玉，以及武士刀，还有代表他的这个身份的十全剑，各种细节点缀，导致于他跟炎帝其实整个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须佐之男的总高度到头顶大约是在23厘米左右，如果到头上的环的话，大约是在27厘米左右。并且呢，因为它有这个铁骨嘛，所以说整体的重量是在289克左右，拿到手的话还是比较有分量的。而本次须佐之男背后的这个背包上面是有这个蓝色的火焰的这个特效件啊，这个特效件其实是可以取下的，上面也是有透明件点缀的，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安装或者不安装，包括鬼脸这边的这个鬼火也是可以选择安装或者不安装的。而整个背包呢是采用了一个插装的方式，直接插在背后的。如果不想安装这个背包呢，也可以用一个遮手件啊，直接将这个遮手件安装在这个背后就可以了。手型除了握拳手型，还有一对开掌的手型，还有一对呢是持枪手型，以及2对不同的握持手型。这2对握持手型呢，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里面的孔洞会有不一样的大小，同时手指的摆放也会不太一样。武器方面呢是有武士刀的，这个电镀件的话建议是擦一擦或者用手套玩，不然的话容易沾指纹。武士刀一共是有2把，同时还附带了一把短的刀刃啊，这个可以自行选择安装。而武士刀握持的话，只要将这个刀柄拔下来，直接将这个刀柄呢插在这个握持手型里面，从后往前插进去，然后再将这个刀柄安回去，就握持好了。接着还有大刀，这个大刀外身的刀刃的话是一个透明件，总共是有2把，可以用来组合。整个刀的刀柄呢，也可以进行弯折，握持直接握持在手型上就可以。而模型中也是有附带一个刀的这个收纳件的，可以将这个武士刀直接收纳在这个收纳件里面，而这个收纳件也是可以安装在拳甲上的，用来摆出一些纳刀的动作。当然，还有一个收纳件是可以收纳这个大刀，这个大刀的名字啊叫八岐斩。八岐斩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收纳在收纳件里，与武士刀的收纳件组合在一起。当然，收纳件的话，可以直接安装在这个裙甲的孔洞里面，插装对孔洞，直接安装上去就可以了。接着还有一把单手剑，单手剑的话，名字是叫十全剑，也是比较有名的一把神器。整个握持方式呢，是将后面这个尾部拆掉，安装上去之后，再将它装回去就可以了。而大刀也可以和这个十全剑组合在一起，变成一把超大的一个双手剑。这把剑的名字就叫草剃剑。草剃剑也是日本神话中十分有名的3大神器之一，在神话故事中，这把剑是斩杀了8岐大蛇之后才获得的。而组合之后的这个草剃剑呢，也是可以双手握持的，摆出一些比较好看的姿势。比较有趣的一点呢，是背后这个背包的鬼脸是可以上下滑动的，我们可以将它向上拉，露出一点缝隙，然后再将这个十全剑直接卡在这个里面，这样子就可以将其进行一个收纳了，还是比较牢固的。而手臂这边这个臂甲这边呢，也比较有意思。
它是有一个活动机构的，可以旋转，也可以向外拉，拉出来变成一个武器的爪子。爪子这边也是可以直接张开的，里面呢也是可以装一个特效键，蓝色的一个激光刃的一个特效键。两边的臂甲呢都是可以安装，安装上去之后还是有点像《刺客信条》里面的这个袖刀的。当然，因为它的一只手臂啊是有2个接口，所以说一只手臂上装2个这个臂甲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可动方面，首先脖子这边是有一段可动的，然后本身头还有一段可动，所以说它的低头幅度是很不错的。但是抬头幅度的话，会因为后面这个零件会挡住，会比较局限。左右侧摆的幅度都还是不错的。而头部旋转方面的话，360度的旋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需要注意啊，它下巴这边旋转的时候不要碰到后方这个零件。手臂这边，首先整个肩胛这边是可以进行一个活动的，而旁边这边也是可以进行活动避让。里面内侧这个小肩胛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轻微的活动。整个手臂的平抬幅度是十分大的，远远超过90度，甚至达到了150度左右。然后整个手臂360度旋转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手臂根部旋转以及这个手臂的2段弯曲也是附带的。手型的话，这边是一个球冠，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范围。随着手臂弯曲呢，后方还会有一个类似液压杆的细节，但是不能联动。比较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咱们随着这个手臂活动啊，它这个胸甲这边也会进行一个活动，手臂也可以向前倾进行外拉，增加一定的前倾范围。胸甲这边这个盖板呢是可以直接打开的，里面是有一个驾驶舱，还附带一个小人，但是因为比较黑啊，所以说不太看得清楚。腰部这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因为它这个腰部设计是有一个活动的，而底下这边是包住上面活动的，所以说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安装到位，并且黑色包住蓝色，不要是蓝色包住黑色，不然的话就会限制你的腰部可动。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装错了，后面才发现的。腰部可动的话是分为上面一段以及下面一段，一共2段。尽管是有2段，但是它的弯腰其实并不算很大，后仰幅度还算不错。侧腰的话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活动关节了，侧腰幅度大概是这样子。胳部旋转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需要注意啊，旋转的时候注意一下前方这2个小方块不要碰到旁边。裙甲方面的话，首先是这个全景甲，这个裙甲呢是可以进行整个的上抬，同时也可以往上抬，旋转也是可以的，整个是一个球冠。而侧裙甲这边的话是一个插装，所以说只能进行一个旋转，上抬的幅度是比较小的。后裙甲的话，底下是有一个双段关节，可以进行一个角度的上抬，进行一个避让。而腿部方面的话，这边是依旧设计了下拉的关节，可以直接下拉，关节会比较紧啊。下拉之后呢，整个腿部前踢呢是可以超过90度的，保持力度也还算不错。后踢幅度的话，大约是在70度左右。侧裙甲进行旋转避让之后，整个侧踢呢也是可以超过90度的。同时，大腿根部也是附带旋转的，并且腿部这边啊，大家看这个不是裂缝啊，它是有做出一个裂甲的这个样子。随着腿部弯曲呢，整个这个铠甲也会进行一个位移。腿部后方这个喷口呢是可以向外张开的，内部有一个金色的玉涂装的细节，并且随着这个脚部弯曲啊，这边的液压杆也会进行一个联动。脚部这边因为并不是直接球冠安装的，是安装在这个前半部分的，所以说它的向前向后的幅度呢还算不错，并且因为它这个上方也有一个活动关节，所以说整个脚的这个接地啊是十分不错的。同时脚的前方这个前脚尖也是可以活动的，旋转的话不能360度旋转。脚前方这个零件的话，如果大家不喜欢，也是可以直接将其这样子拆除的，就会露出前面的一个缝隙，可以自行的选择。而旁边这个白色零件的话，需要注意，这个是比较松的，建议是加固一下，不然的话把玩的时候可能会掉。地台附带一个卡片，并且呢，整个支架这边也是支持高度调节以及上方这边解锁的一个角度调节。支架的安装方式呢是比较有意思的，首先安装一个黑色零件，安装在这个裆部，然后再拿出另一个卡槽的零件，上面有一个卡槽，直接卡住这个黑色零件。这样的安装方式呢，就是不太容易掉了，比较牢固。然后直接将这个黑色零件接在这个支架上面，就可以完成安装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另一个接口安装在这个裙甲后面的孔洞上。总的来说呢，这款模型的话是比较挑人的。首先，它的设计是附带了日本武士的元素，同时呢，作为一款系列产品的话，也会有随之后续的一些联动或者各种玩法。主要这款的玩法的呢是各种武器的组合以及搭配。如果喜欢这款系列或者喜欢这款造型的话，也是完全可以入的。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制作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咱们下期再见。